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东京吃货的下一集。小金成为独眼之王之后，就立志救出流散在各地的食尸鬼，但 CCG 的速度更快，在他们大力驱逐之下，各区的食尸鬼据点相继被破，让小金一时心急如焚。正当他研究如何救出同伴之时，就听见香香问他：“你是处男吗？”小金当场一口咖啡喷了出来。香香著名直球选手，当场对小金表了白。小金成为搜查官的那段时间，偶尔会一个人来到咖啡店里，翻开书偷偷的看他，那种眼神和曾经看到小金看小神的眼神一模一样，这让香香非常的高兴，高兴到愿意帮小金结束处男。一听老婆都这么说了，小金当然要表个态。结果小手还没拉上，六月这个煞风景的推门而入。他现在对小金有着极其可怕的执念。在邀请小金回 CCG 失败之后，六月当场变脸，用刀划伤了小金的脸。他的武器当中含有抑制剂，小金猝不及防的被打飞了出去。紧接着，六月又把矛头对准了香香。笑话，香香当年可是首屈一指的不良少女，几下就打掉了六月的飞刀，并飞出鹤子将其贯穿。当然，六月也没傻到单刀赴会，他的手下化身飞车党，骑着摩托就冲了出来。小金寡不敌众，拽起香香就跑。可怜这座咖啡店最后落得跟安定区一样的下场。逃到一座废弃大楼之后，轻易想通的两人当晚就上了本垒。好家伙，六月，原来你是来送助攻的。在无止的杀戮之中，灵屋和阿瓜逐渐感到了迷茫。难道杀光所有的食尸鬼就是和平了吗？正巧武臣给阿瓜送来请柬，他要结婚了，对象正是香香曾经的闺蜜一子。婚礼上，香香偷偷去看望了一子，随后将自己父母的戒指送给了小金。但是好景不长，一子因为和香香是食尸鬼的关系，就被关押审问，这引起了才子的极度不满，当场撂挑子不干，要离开 CCG 这个杀人组织，去当恐怖分子。阿瓜心里也不好受， CCG 现在已经疯魔了，大家都已经迷失了战斗意义。阿瓜让才子放心，他一定会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他们就一起去当恐怖分子。另一边，就多根据小丑团的情报锁定了小金所在的位置。顺带一提，和四方关系非常好的面具店老板贝和酒吧的姐姐小黎都是小丑团的成员。就多打算将黑山羊一网打尽之后，创造出一个能够秒杀一切的龙。 CCG 疯了一样的在找小金，但是小金可顾不上这些，因为香香怀了孕了。一发入魂，小金你可以啊！在月神的操持下，小金和香香举办了一场食尸鬼的传统婚礼。但就在大家酒酣耳热之时，六月这个阴魂不散的带兵直冲婚礼现场。CCG 内决心改变的阿瓜和黑盘特等一起找上了救多，却遭受到了保护救多的小丑团罗马和死勘的袭击。黑盘不愧是特等，直接拔下墙壁上的装饰剑，砍碎了死勘的面具，但自己也被砍下了持剑的手。他丝毫不慌，一个反手把死勘勒住，阿瓜一脚踹飞支援的罗马，并避开了他突如其来的鹤子攻击，一击将其爆头。但就在阿瓜准备找救多兴师问罪之时，三条鹤子猛地从他身后将其贯穿，狠狠地砸在了墙上。罗马的身体爆发出剧烈的红光，烟雾散尽之后， SS 级食尸鬼胡乱之母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几下就将黑盘捶到地上，生死不明。就在罗马要落下致命一击之时，阿瓜奋力站了起来，一招砍断了罗马的拳头，但自己也被捶了一顿，吞进了肚子中。眼看着罗马拽起黑盘也要往嘴里送，阿瓜突然破肚而出，三两下解决了胡乱之母。但随后他就遭受到了罗马和死勘的双人围攻，两人锋利的触手猛地朝着阿瓜刺去，有烟无伤定律起效，阿瓜的鹤子变成了一面盾牌，牢牢地挡住了两人的攻击，并顶着盾牌冲了上去。盾牌的底部幻化出利刃，瞬间将死勘怼出了大楼，对着罗马的脑袋就是一顿乱锤，终于是把人彻底搞死了。连忙去扶起重伤的黑盘。其实黑盘一直都想和阿瓜道歉，他没能保护好阿瓜的父亲，但阿瓜已经明白了，其实谁都没有错，他所憎恨的不过是当初那个弱小什么都做不到的自己。但如果不把责任推给别人，他根本无法承受。黑盘笑了，他抬起手想要摸摸阿瓜的脸，却被深知补刀精髓的救多一剑刺穿脖子。就在救多准备将阿瓜一起解决的时候，丸手特等天降正义将救多一击爆头，而他身后跟着的人正是在拍卖会上将小金惨叫公放的那个面具男。面具男举起木牌自我介绍，他正是小金曾经的挚友鹰。再说回小金这边，由于 CCG 的闯入，好好的婚礼变成了一场大逃亡。香香被六月困住，虽然香香的实力不低，但她顾忌着肚子里的孩子，再加上为了孩子吃了不少人类的食物，没能使出全力，一个分神就被六月踹飞，用匕首钉在了墙上。平子代班对上于景，可怜孩子于景见到平子委屈的不行，当然委屈的原因是因为有马把保护小金的任务托付给了平子，而不是他，还真就全员有马迷弟。月山四方和眼镜哥对上了灵巫班，三位 S 级食尸鬼联手打得灵巫班满头是包。小金在干翻一堆粘贴复制的六月手下之后，遇上了身穿重甲的灵巫，面对昔日的好友，灵巫一点都没留手，装甲闪着电光直冲小金，两人打的是你开我往，难舍难分。但就在这时，小金发现了被六月围攻的香香，护妻心切的他直接挨了灵巫一招砸到地上，不顾一切的朝着香香赶去。看到小金的六月的手下突然化身复读机，满脑
脑子都是救多给他们下的命令，杀了金木研。他们瞬间扑向小金，无数的鹤子将其贯穿，并斩断了他的四肢。小金无力地趴在地上，满脑子都只剩下了香香，这让六月异常的挫败，跪在地上大声的哭喊：为什么就是看不到他呢？恕我直言，你算个屁！一条蜈蚣爬过小金的眼前，意识空间里各个时期的小金围绕在一起，鼓励着小金。手脚没有恢复，但是头还在，呼吸还在，那他就要一心向前，就像蜈蚣一样。下一秒，4根鹤子从小金的体内爆出，瞬间就将周围的所有人屠杀殆尽。猩红的光柱冲天而上，如同蜈蚣一样的巨型鹤子拔地而起，在东京各地生根。被击毙的救多顿时兴奋跳起，这就是他想要创造出来的龙。救多刺激六月去找小金，就是为了把小金逼入绝境，变成龙。话说，你管这玩意儿叫龙？如同蜈蚣一样的异形在东京不断的肆虐，军方用了各种手段，连刮痧都刮不下来。现在也就只有黑心医生加纳手里还有点资料能用。结果小黑找到加纳，还没等来得及复仇，这个将无数人改造成食尸鬼的疯子已经完成了自己想要做的一切，在自己家族的墓地拔枪自杀了。加纳一死，他手中掌握的情报也就断了。而就在这时，加纳的助手带来了加纳所有的研究资料，这位助手正是眼镜哥的女朋友桂卫。同时鹰也找到了私奔的阿小和亚门帮忙，他之前之所以将小金惨叫公放，就是为了知道谁是真心愿意帮助小金的人。当亚门问起鹰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时候，鹰说因为我喜欢他。你不对劲。小丑团的小黎找上了黑山羊的成员，说小金已经死了，撺掇他们去目送小金的最后一刻。月山当场不干，一定要去救出小金。小金总是为了别人努力，而他希望小金能够获得幸福，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亲手抱抱自己的孩子。这就是痴汉的最高境界吗？月山先生。月山的话语鼓舞了众人，他们决心一起去拯救小金。怪物现在进入了短暂的休眠期，小金作为怪物的核心存在于怪物的体内，只要能将小金分离，怪物就能自己消散。如果要等到它自然消散，至少要等200年。丸手这边召开会议，鹰直接带着食尸鬼来到了 CCG 总部，食尸鬼们一同扔下面具，卸下伪装，要求和 CCG 联手拯救小金。搜查官的主要目的不是驱逐食尸鬼，而是应该为了和平而战，而现在和食尸鬼联手就是为了和平。在林屋和丸手的带头同意之下， CCG 和食尸鬼放下缔结，开始团结一心，找出本体最关键的方法就是能将其作为异物分辨出来。但是从无数的庞大触手中找出小金，无异于大海捞针。晚上香香和鹰在天台谈心，原来在香香第一次对白鸠动手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小金了。鹰笑着问他有没有办婚礼交换戒指，说起戒指，香香猛地想到了什么，小金的脖子上还挂着他送的戒指，只要能探测出戒指的位置，就能找到小金。但如此巨大的范围，他们现有的金属探测仪根本不够。月山表示这根本不叫事儿，他的父亲立刻打电话联系总理，很快就集齐了数量众多的探测仪，所有人都在为了能够寻找到小金而努力。但就在这时，怪物再次开始活动了，他从本体中激射出无数的液体，落在地上就变成了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CCG 立刻顶上驱逐怪物，让食尸鬼和库因克斯班继续调查。阿瓜和才子在搜查过程中遇到了失魂落魄的六月，这个瓜娃子一言不合就对两人发起了攻击，搞得两人一头雾水。六月进入库因克斯班的时候是女扮男装，虽然小金早就发现了，却始终没有戳穿他，但他将小金变成了这个样子。内疚的六月想让阿瓜杀了他，但是阿瓜却任由六月的鹤子将他身体穿透，他永远不会伤害同伴。六月无力的跪倒在地，打算用匕首自杀，才子直接上前给了六月一巴掌，终于把这个憨批打醒了。与此同时，香香手里的金属探测器终于有了反应，香香找到了小金吗？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期再见。